我要表达的事情是，要不要先还房贷，其实背后反映的是你操纵金钱的本事如何。如果你今天像那位朋友就是我在回答那个问题的会员朋友，如果他做生意很厉害，他今天根本不会来问这个问题，他会把这300万直接拿下来再去做生意，再去滚动更多的钱，就不会来问，那我是不是要先还房贷？会这样问，就是说他除了还房贷以外，很可能没有第2种、第3种操纵金钱的方式，所以会这样子问。同理我们都是凡人嘛，我们就去做自己能够接受然后风险很低的方式，保全自己的财产为前提去做就好了。再不济你就去银行买大额定存存单不要怕人家笑，人家要笑你就给他笑，你是有钱买定存大单的，人家要笑你给他笑，没差这个是台湾非常多中老年人在保全自己财产的方式。有钱应不应该先还房贷，还是要再去自产投资揭露真相与专家建议。先说结论还是要看你当时的情况。如果你的可动用资金就不宽裕，那你就先还房贷，这没关系，因为之后你还了钱之后是还可以再拿出来的。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60年老公寓能买吗？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有钱应该先还房贷，还是买房自产？这是我们来聊一个会员问我的问题。就我不是有开那个 YouTube 频道的付费会员，一个月250块那个，他要买，我就回答他问题比较认真这样那我先描述一下他的情境。就他们是一对夫妻，然后现在有2个小 baby， 那老婆正在请育婴假，所以现阶段是只有老公的收入。然后他的美股，就美国股票他放在美股的钱是有赚钱的，大概会有300万的台币的钱会进来。那他就在想说，那这笔钱是要拿去买下一间房子，还是要先去还房贷这样？先说结论我是跟他说，你不知道做什么，你就先还房贷。因为你还房贷的钱之后还可以再增贷出来，那如果你拿去买房子的话，这个钱很可能会被咬住。那这位会员的状况是说，他的家庭现在多了2个小朋友，然后老婆也还在休产假嘛，所以家里的收入只有他一个人在支撑。那现在这个阶段我说真的，我就没有跟他讲说去买房子，我就说那个稳健比较安全。因为他们家的情况叫做现在不能够出任何意外，整个家庭只有一份收入那是有钱没有错还有300万的台币进来，然后又急着去投资，一投资下去钱在那边卡住，这样真的有比较理想吗？会变成说他的整个家庭没有那个风险对抗的能力还是一切以家庭为重啦？因为投资毕竟是使生活幸福的手段，然后你因为投资把家庭整个都丢在那个风险之下，这样子真的是不太对劲的行为。所以你要知道，买房子的钱很大，你要很谨慎那我想一定会有很多人觉得奇怪说，你是买房阿元买房，你不是一直叫人家买房吗？你怎么这个跟会员讲说不要去买房买房子很安稳都不用怕能上车早上车有存到钱就再买一间对，都我说的但这个还是有个大前提嘛，就是安全跟稳健现在这位频道会员他就是随时都有机会会去用到钱的时候，全家就他一个人的收入，然后2个小朋友，我可以说他的情况现在叫做经不起风险如果这2个小朋友都已经上学读书那甚至都自己在打工了，到大学了，那就没有关系嘛那这300万看要去做什么更有效率的投资就去嘛那你看他现在把这个300万就2个小 baby 而已我真的是建议他把这300万放回他现在的房贷里头。第一个去降低每个月房贷的压力第二个是自己看着自己以后随时要拉到300万可以拉出来，是那个人生是会安稳很多的就有那个对抗风险的能力。你身为一个男人，你要把家庭照顾好然后那边为了赚钱，然后把家庭整个暴露在风险之下，这个很奇葩的行为至少我就是这样子想的把家里顾好起来再说如果你这位会员他把这个钱拿去买房子不管你是买预售还是中古还是新成屋都一样，那你就有这几年的时间钱卡在这里面
然后5年大概都动用不到这笔钱啊，这5年里头你抗风险的能力就不好嘛，对吧？啊，这就是风险哦。那你说晚个2年3年再买房子，房价会比较高，没错。但是至少这位会员哦，就可以保护一家老小的安全跟稳健。那这个是房地产的增值换不来的东西。就一样老话一句哦，买房置产是为了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好，而不是让自己暴露在风险之中哦。最后你要知道，考虑资金的使用效率再做决定。那我们来聊一下为什么要把钱存在那个房贷里面哦，这一定会有人想这样子问，就是说，那这个钱为什么不是让它趴在银行，哦，趴在股票哦，或是干嘛，然后有需要的时候再领出来就好，干嘛存在房贷里面多此一举？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这位会员他现在想要落袋为安哦，从美股刚杀出来哦，那他想要再去美股滚个一圈的话，他就不会来问我了，对不对？哦，那这样资金使用效率最佳的方法哦。以他的情况来说，稳健为前提来说，就是进房贷。哦，那因为进房贷每个月可以让你的月缴变少一点，我知道没少多少啦，但他的家庭现在就是经不起风险的状态，所以就稳健为前提就对了。那这个钱就像我说的，你300万进去，你日后是可以把它增贷领出来的。哦，那假设他后面看到很好的美股的机会，他要再领出来，那 OK 啊，那到时候再做增贷去。而且增贷不要进房地产就好了啊，它的标的是美股，那很 OK 啊，政府是不会阻拦的。所以这一题其实可以收敛到说，就说钱在你的手上，你有没有更好的资金运用方式？例如说郭台铭郭董，他之前不是还在吹他38岁才买房子，这是个新闻公开的新闻我念一下标题：24岁创业，38岁才买房，郭台铭告诫年轻人。赚钱的方法有很多种，不要炒房。讲干话那个你郭台铭你郭董使用资金效率最高的方式是什么？买机台呀，养员工啊，让他们帮你赚钱啊。这是因为钱在郭董手上，他去做这件事情的效率会比做其他行为还要高，所以他去做了这个行为。那对于你来说是怎么样？对于你来说是说，好，钱在你的手上，你有没有更好更有效率的投资的方式？如果有，那你就去。那很可惜，我们大概普通人一对年轻小夫妻在投资杠杆最高，而且最安全、最稳健的投资，就是这2个人的第一户，因为第一户贷款8成，然后房地产的涨幅你又杠杆的5倍大概就是这样。所以等到你有闲钱要处理那应该也都是买满以后，房地产的涨幅，像现在第3户自备7成，所以即使房子在涨，那个涨幅的幅度就会很低那你可能此时你就会去考虑别的投资工具我要表达的是说，你的钱放在哪里，要考虑的是你自己的本事，你自己有没有更有效率，比起房地产更有效率的资金使用的方式。如果有，那你就去嘛。那像假设今天有这个300万的人是我会拿去买房子就只是这样，因为我的本事就在这边那如果是像刚刚那位乡民他可能他的本事是在美股 ，OK 啊，那你就去美股啊，因为你自信说这个美股它带来的涨幅会比房地产很高，那你就去啊。一对夫妻的第一户应该台湾没有什么投资工具是赢得了的。第2户自备要5成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工具会赢了。第3户7成，应该是大部分的工具都赢这个房地产。所以买满以后，那大概就可以去研究有什么新的投资的工具去使用。这边纤细的东西就是你自己的本事。那像我的举例，郭台铭郭先生，他的本事是做生意，那他当然去做生意啊，对不对？因为钱在他手上，他去做生意的效率更高，那就去做生意好，没有问题。那如果是一个炒股票的人，他炒了10几年的股票，然后也有赚钱，赚到身家。也很 OK 啊，钱在他手上，他就不会倾向去做房子，他就会去买股票嘛。因为对他来说，对他的本事来说，他去做股票的胜率、金钱使用的效率会比较高，那就去嘛。所以会问说，钱要不要进房地产的人要不要先还房贷的人，未看先猜，除了工作薪水收入以外，没有其他的投资渠道，就会变成这样。如果你今天手上有一个很赚钱的副业，就不会来问这个问题啊，就去扩大副业了嘛。那最常发生的是谁？军公教军公教他们就没有办法去做其他的生意跟副业嘛
那所以就会变成说，他除了薪资收入以外，他最熟悉的东西，要么股票，要么房地产股票他又会怕，那就把这个钱放回房地产这就形成军公教的投资的方式跟习惯只是这样子而已。如果今天给一个做生意的小老板的话，那个小老板拿这300万他会干嘛？他会去做生意，对不对？房地产自产的事情他是想都不会去想的，他一定是拿他生意赚到的钱到时候要自产再来自产，因为钱在他手上他去做生意的效率比较高，这是很清楚很明白的一个道理而已所以你就考量你自己有什么资金使用的本事，那如果你有你就去做，如果你没有你就先还房贷，就这样子而已。那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了有钱应该先还房贷还是自产那我先跟你分享了一个会员的问题，就是他现在在美股钱回台湾的话会有300多万的台币，那他小孩刚出生，老婆还在请产假，所以他问我这笔钱应该拿去还房贷还是说继续买房子那我给他的建议是先保护好一家老小的安稳再说没有特别的用途就直接先去还房贷。原因也很简单，小孩刚出生，随时都有用钱的机会，如果你现在拿去买房子那会严重影响自己家庭的生活品质，以及就会让这个家庭暴露在风险之下。暴露在风险之下也不是什么不得不的理由，什么战争风险或什么，没有，就是因为这个男主人一家之主想要多赚一点钱然后全家陪他一起承担风险，一起坐牢，这样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对，所以就去还房贷就好了，这样最安全最稳健有看到什么好的美股投资机会的话，你就真贷把钱弄出来这样子就可以了。另外我也跟你讨论了，为什么不是让钱趴在银行就好？因为这样子钱的使用效率就可以说是最安全最稳定，没错，但是它是最低的。他想要专心在家庭上面的话，我会认为比定存更好的方式就是缴房贷这样利息还可以少一点使用的效率也比钱趴在银行那边定存还要高。另外我们也举了郭台铭董事长的例子郭台铭郭董他之所以不早点买房子，是因为那个时候他的钱拿去盖厂房买机台，这个更赚钱资金使用的效率更高，所以他当然去做那个方式那今天如果是我有300万的闲钱到我手上，我怎么去盖工厂，我怎么去买机台嘛，我就不会那些东西啊，所以我会继续去买房，只是这样而已所以如果今天是你遇到这个问题，你可以先思考是这笔钱你要怎么用来说对你最有效率你自己是有把握有自信的那就我觉得说这个磁场这个顺心术，我这个课程我觉得是你回到家里面，这个课程呢回到家里面每个人都适用。有学员问我说，老师这个我只能给我自己吗？全家都能用，全家都能用，因为你是小孩子也是就文昌这些全家都能用。然后再来呢，这个课程我们是预录的，所以你下载之后你可以不断的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它没有限制，去对答案这样。对，你可以一直听一直听，不会说哪天课不见了，就你可以重复的听而且不限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课很值得。对，你就等于是说你找了一个风水老师在你旁边，随时随地指导这样。对对，而且我刚才讲，我也教你了紫白飞星这个的原理，以后每一年你都可以找。我们的学问不是只有单次，学问又不能用，你这个每年都能用，所以我觉得很划算啊。那我想现在的时间差不多刚好快要过年了，对啊，那就趁着这个过年前大扫除的时候，把家里的风水再调整完布置一下。应该明年可以迎接很不错的运势那关注风水的朋友请一定要去购买这一堂风水磁场顺心术课程，预购期间价格都会低于5折，那并且还可以输入优惠码就直接输入买房阿元350就好了，就可以再折350块，我自己一定会去买那希望透过我自己帮自己家调整好，帮我的租客调整好后，大家一起顺顺利利平平安安，钱多赚一点。来讲八卦讲八卦，就是手上有钱，你不先还房贷，那你要考量的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资金使用的效率。那很多朋友，尤其是年轻一辈的朋友，就是都在做股票做股票，那你就去做没有不行啊，那你就去做那有些人去做到虚拟货币有些人去做到一些什么人家生意的投资，朋友开火锅店的投资都可以，那你就去做。很单纯的就是看说这个钱在哪边跑得比较有效率，那你就去那个东西最好是你自己能掌握的。我之前也提过一个方式，就是说好，你有闲钱你就放中华电信这支股票，
不是说中华电信这支股票我的业配什么的没有，中华电信不需要我来业配，他讲的是他就不会动，连股灾都不会动哦，然后他就是固定配股配息，就是这样分钱，分钱用的。人家讲说这东西要定存股嘛，定存用的股票啊，你把钱存在里面，他不是会给你他营业的分红嘛，那你分下来以后再拿去对冲掉你其他的东西的成本，比方说你现在不还房贷，你还房贷的话，你可以一年节省这一笔钱的2% 的利息，假设2%，可是因为中华电信这种定存股票，它一年可以给你快4%，那你对冲掉不是多2%，多2% 的闲钱，零用钱啊，你家一整年的这个水费跟电费就不用钱了，可以去做这样子的套利的行为，是一种方式。那我也没有不推荐，如果你的炒股票是这种炒法，那很稳健啊，那超安全的啊，如果你的炒股票的炒法是各种极限操作，安诺多安诺，那我就不建议了，所以股票的套利有人做，而且还是那句话，就是像我们看的东西比较多，真的是从房子里搬出来的钱，增贷出来的钱是所有钱里头，我说在台湾啦，所有钱里头成本最低的方式，还款期限最长的方式。如果你还要更低的钱，大概就是跟你爸妈借，然后看怎样了，看不还他们或怎样了。那一个资金使用的方式的话，资金使用的成本，房子真的是最低的。你增贷出来，或二胎出来，它动不动给你10年还款周期嘛？那你看信贷3、5、7年，那还款周期就已经在长了，然后它利率又低，对不对？然后说不定还会有宽限期，所以钱从房子里面搬出来的成本最低。那搬出来之后，这笔钱要干嘛？你可以拿去做套利，比方说股票，去定存股。你也可以拿去做生意，看你敢不敢，有那个心脏，那你也可以拿去看你要去做什么事情，那政府现在干预管制的就是不能够从房子里搬钱再去买房子，对吗？那我们就不要这样干啦，那我们就去做政府想要我们去做的事啊。政府现在是把钱从房地产驱赶出去，可是这些被驱赶出去的钱，政府现在希望去哪里？我自己的判断是股票市场，政府就希望你去做股票，那你就去做啊。那你做股票你会怕，那你就买那个都不会动的就是定存股啊。这是一个风险已经相对很小很小的方式，除非发生一件事情叫做你的定存股好好的突然也被腰斩这种事情几率它就不为零嘛，就不是为零嘛那你就自己衡量清楚就好。我要表达的事情是，要不要先还房贷，其实背后反映的是你操纵金钱的本事如何。如果你今天像那位朋友就是我在回答那个问题的会员朋友，如果他做生意很厉害，他今天根本不会来问这个问题，他会把这300万直接拿下来再去做生意再去滚动更多的钱，就不会来问那我是不是要先还房贷？会这样问，就是说他除了还房贷以外，很可能没有第2种、第3种操纵金钱的方式，所以会这样子问。同理我们都是凡人嘛，我们就去做自己能够接受然后风险很低的方式，保全自己的财产为前提去做就好了。再不济你就去银行买大额定存存单不要怕人家笑，人家要笑你就给他笑，你是有钱买定存大单的，人家要笑你给他笑，没差这个是台湾非常多中老年人在保全自己财产的方式。台湾的民间储蓄不是超夸张超恐怖吗？对，就这样你就给他存下去，没有差，你赚的很少，可是那个少到几乎是零头，可是你的财产几乎是安全的，那有什么问题？你就是花这个没赚到钱的机会成本去买你财产安全的保障嘛。你这样一看的话，那个东西又能够接受，所以稳健为前提啦，稳健为前提啊。如果今天这个会员他来问我说，他每股出来有300万新台币，是不是应该全部 all in 虚拟货币比特币？我就会把它删了跟封锁。这个太恐怖了。今天来问钱要怎么处理，改天就来借钱了，风险就很奇怪。那如果他自己就是一个虚拟货币的操盘大师的话，他根本不会问这个问题，对不对？他300万问都不问，他早就去做他的虚拟货币了就是这样。所以还是回到你自己的本事，我是建议你自己做，不要再把钱拿去投资，拿去干嘛，然后交给人家打理这不就韭菜吗？对吧？韭菜就是这样
辛苦一生慢慢存钱，存，然后存到自己钱都不敢乱花。面对一个投资机会，人家来说，我做股票很厉害，他去相当大手大脚，300-500万就这样直接汇给人家啊，这不是韭菜，这是什么？对，所以为自己的钱负责任啊，为自己这个艰难的省钱、存钱、赚钱岁月去负责任啊。你自己去研究你自己投资的一些心得啦，先用小钱试单，慢慢弄，学出一个你自己自认自己能够为自己负责的好的投资方式，之后处理自己的金钱，就这样。不要交给人家打理啊，那人家没比你厉害，他们是割韭菜比你厉害而已。我自己现在的想法是这个样子，给你参考。